莫斯科将被焚毁，荣耀归于乌克兰。谁能想到这些话出自莫斯科市市长苏比亚宁的媒体账号。黑客这一番起点输出，让俄罗斯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大脸。然而更丢脸的是，在战场上，俄军前线正在经历一场噩梦，连续22天，每天至少1000名士兵倒下，这还没算上被自己人干掉的，连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也被扒干净了。什么高超音速导弹，分明就是弹道导弹。反观乌克兰那边，研发速度猛猛推进，携手北约搞科技竞赛，专门研究怎么把俄军战机按在跑道上，甚至还推出了战利品实验室项目，将缴获的俄军装备全部共享，盟友随便看，大家一起研究。惨重的伤亡再加上技术代差，克工怎么把仗打成了这样？锆石到底是什么情况？对俄军来说，这个6月有些太难熬了。结合乌克兰总参谋部每日战报来看，从6月1日到22日，俄军在连续22天的时间里，每天都至少损失1000名士兵，每天的战报数字基本都在1130到1550之间晃悠。这是自2025年3月以来第一次出现这么长时间的持续高损失情况。最狠的一天是6月5日，这一天俄军损失了1550人；最低的一天是6月3日，俄军损失1130人。也是在这一天，俄军用国际公约禁止的白磷弹炸了康斯坦丁诺夫卡。至于开战以来的俄军总伤亡，乌克兰总参谋部也给出了他们统计的数字。截至6月22日，约有139.3万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非死即伤。这个数字与北约的统计数字高度吻合。此前北约的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北约评估俄军的总伤亡在130万到145万之间，其中大约50万人死亡。这造成的结果就是俄军填坑的速度赶不上损失的速度，前线炮灰不够用怎么办？这是最近克工一直在头疼的事。他们也拿出来了答案，那就把不想死的人往死里逼。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公布了一段截获的通讯录音，地点是哈尔科夫州库皮扬斯克前线，设施单位是俄罗斯第47坦克师第26坦克团。录音里，一名俄军指挥官在抱怨2名士兵因为抱病拒绝参与对乌克兰阵地的突击，于是这名指挥官开始拼命劝这2个人，让他们乖乖听话去送死。结果2名士兵干脆跑路了，于是指挥官暴跳如雷，喊着要找到他们，然后就开枪。至于向谁开枪，已经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其实，在俄军前线，不听话就枪毙已经是常见情况了。为了让士兵心甘情愿去填线，指挥官们用尽手段，比如扒光衣服羞辱、殴打，这就是俄军现在的情况。维持纪律全靠指挥官这些暴力手段。比起这些，更憋屈的是被骗上战场。火力军之前说过，俄罗斯正在大规模招募学生，签无人机操作员合同，承诺给学生进行技术培训，到时候上了前线，入职的也是绝对安全的岗位，保证远离战场。这种话听听也就算了，真的进了军队上了前线，那可由不得自己怎么想。事实也确实如此。俄罗斯军事律师谢尔盖·马蒙托夫透露，这些学生根本不知道合同里写了什么，签完字他们就是普通军人，指挥官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至于承诺的无人机操作员，那当然是不存在的，他们的归宿就是前线突击队。而据乌克兰我想活下去项目公布的数据，他们已经追踪了1000多名签了合同的学生。5月，记者证实了第一例已知死亡，23岁的瓦列里·阿韦林，布里亚特共和建设与工业技术学校的应届毕业生。他在1月签了合同，学了3个月无人机。4月2日，最后一次给养母打电话，说要去一个没信号的地方。4月6日，在卢甘斯克地区遭遇迫击炮袭击身亡，部署仅几天就葬送在了战场之上。这就是俄罗斯的合同兵，这就是克工填坑的方式。可以这样说，俄罗斯现在完全是在人为打造绞肉机，就为了他们口中的推进。然而现在战争并不能只看人数，不是谁往前线堆的人越多，送的炮灰越多，谁就能掌握战场主动权。更重要的还是看技术。俄罗斯手里握着大量苏联遗产，一向自诩技术先进，之前搞出了一款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更是被吹上了天，说性能如何优越。结果就在这段时间，锆石被打假了。我们先看看之前的俄罗斯是怎么吹锆石的。普京亲口说过，锆石最高速度能达到9马赫，射程超过1000公里，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能轻松突破任何现有防空系统。爱国者也好，宙斯盾也罢，通通拦不住。听着确实很唬人，俄罗斯也拿这个导弹当作神兵利器，朝乌克兰境内猛砸。然而和之前被打假的战术一样，乌克兰发现锆石的异常，还要多亏俄罗斯狂射导弹。据 United 24报道，乌克兰空军在一场大规模导弹袭击中，一口气击落了5枚锆石。此前锆石已经被多次拦截过。从2022年到现在，俄罗斯总共用了46枚锆石导弹，
而乌克兰方面拦截了19枚，拦截率大约41%。这个拦截率甚至超过了拦截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的概率。一次是运气，2次是巧合，3次4次呢？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东西根本不具备俄罗斯吹嘘的那种无法拦截的能力。那这个导弹到底是什么情况，就很值得深思了。独立科研情报分析师、导弹技术专家辛茨抱着这样的疑问，把公开来源的信息、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发射视频、专利图纸以及基辅法医科学研究所展出的导弹残骸全部拼在一起，得出了一个让科工脸上挂不住的结论：锆石根本不是什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就是一枚准弹道导弹。他拿出来了一系列证据，首先，锆石没有进气道，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要想飞得又快又久，必须要用超燃冲压发动机。这种发动机想要正常工作，必须有一个进气道来吸入空气、压缩、燃烧。可辛茨翻遍了相关资料，愣是没找到进气道的影子。残骸照片显示，导弹的主体是管状复合纤维结构，没有任何进气口迹象。有人猜测进气口可能在导弹头部，类似 P800 搞玛瑙那种环形进气口。但辛茨查了锆石发射整流罩的专利图纸，里面根本没有相关设计。俄罗斯还有一部关于锆石的纪录片，里面有导弹头部在测试台上的轮廓，但是也没有进气道的迹象，进气道都没有，俄罗斯还说什么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问题就来了，他们的锆石拿什么吸气？导弹残骸也印证了辛茨的判断，在展出的残骸中，辛茨辨认出一个圆形金属部件，跟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前盖一模一样，这个部件同样没有中央进气道。最重要的实锤是俄罗斯官方的颁奖。2023年，俄罗斯政府把劳动英雄称号授予了尤里米列辛，俄罗斯领先的固体火箭推进剂开发商负责人。官方写的明明白白，表彰他对锆石导弹做出的贡献。所谓的贡献，就是为锆石研制出了创新高能固体推进剂。超燃冲压发动机用的是液体燃料，比如液氢或碳氢化合物。固体推进剂是火箭发动机用的东西，这等于俄罗斯官方认证他们没用超燃冲压发动机。最后再看锆石的制造商机械制造科研生产联合体，辛茨发现这家公司早在1999年就注册了一项2级固体燃料反舰导弹的准弹道轨迹专利，2011年又注册了一项20公里以上高空高超音速飞行的机动系统专利。这2项专利很有可能就是锆石的技术源头。所有证据摆在一起，指向同一个结论：锆石就是一种准弹道导弹，和伊斯坎德尔是同一种东西，只不过飞得稍微花哨一点，距离真正的高超音速导弹还差得远。真正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能在大气层里长时间持续机动，想怎么拐就怎么拐，拦截难度极高。准弹道导弹可做不到这点，说白了就是打了个擦边球。它用火箭发动机把自己推上去，然后沿着一条近似弹道的轨迹滑翔下来，中间能做一点有限的机动，比普通弹道导弹灵活一点，但跟真正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那锆石到底是怎么飞到9马赫的？更可能的是一套组合拳，减轻弹体重量，换用高能固体燃料，用火箭发动机在短时间内硬顶到高超音速区间。这样虽然能飞出漂亮成绩，但维持不了太久。乌克兰方面的观测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锆石飞行速度约 5.5 马赫，进入目标区域前会短暂加速到 7.5 马赫，在接近目标时减速到约 4.5 马赫。而末端减速也意味着爱国者这类反导武器有了拦截窗口，所以乌军能打下来算不上是运气好，而是这东西本来就没那么神，纯靠俄罗斯往上吹。更有意思的是，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数据，锆石的库存从2024年4月的约40枚暴增到2026年4月的约230枚，2年翻了好几倍。要么是俄罗斯的军工业出现了奇迹，要么就是这东西造起来没那么复杂，生产线早就成熟了，所以造得飞快。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搞不出来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就拿准弹道导弹来凑，这就是俄罗斯的军工创新。说到底，锆石这件事暴露了俄罗斯军工的老毛病，把 PPT 当成战斗力，把宣传当成技术指标，一到实战就全露馅了。火力军只能说，曾经吹过的牛，最后都是要还的，只是不知道下一个被打假的会是哪一个。更让科工冒冷汗的是，乌克兰把缴获的俄军装备全都共享给了盟友。最近，乌克兰国防部正式启动了战利品实验室国家级平台，把缴获俄军装备的技术细节全部数字化、系统化，然后向盟友开放。平台上线当天就收录了超过115件缴获的俄军装备样本，横跨79个类别，从无人机到导弹，从电子战系统到装甲车辆，应有尽有。连俄罗斯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 T90M 主战坦克都在目录里，研究资料也一起堆了上去，超过225项分析报告等着盟友查阅。认证用户不仅能在线查看图纸、技术文档和分析报告，还可以申请获取实体战利品样本，进行自己的研究。
从无损检测到直接拆解，甚至销毁式测试，你想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工程师们可以在真实的俄军装备上测试自己的反制方案，研发周期直接砍掉一大截。按照这个思路搞下来，俄罗斯用的装备越多，乌克兰捡到的残骸越多，手里堆的研究数据也越多，盟友们就更了解俄罗斯的底细，更容易研制出反制俄罗斯的武器，俄罗斯打的就越吃力。也就是说，俄罗斯越努力越难打，因为他们亲手把弱点送到了乌克兰手中。而且这样一来，谁还敢买俄罗斯的武器？谁敢要一个被其他国家拆解干净的武器？甚至乌克兰还能顺着拆完的零件扒出来背后的供应商，跟着就是制裁，谁还敢和俄罗斯做生意？乌克兰玩这一招完全就是一举多得。除了要搞清楚对手在用什么装备，战场上最重要的还是自己手里要有东西。英国给乌克兰的大礼马上就能送上来了。2024年底，英国启动了制动停止项目，目标很明确，开发不依赖美国零部件及数据的低成本远程武器。目前有3家制造商在竞争这个项目，其中就有风暴之影的制造商 MBDA。 就在前几天，这几家拿出来的导弹已经在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的靶场完成了测试，射程基本都超过了480公里，弹头225公斤以上，精度和威力可能不如风暴之影，但成本只有它的一半，一枚大约只有53万美元，产能更是夸张，接到订单后3到4个月内就能实现每月至少40枚。如英国官员透露，如果一切顺利，就在未来几个月，至少有一款新导弹会交付乌克兰，便宜量大还不受美国限制。这3条加起来够克宫头疼好一阵子了。光有远程导弹还不够，乌克兰和北约瞄上了俄罗斯的空军，他们联合发起了一个叫持续拒止机场创新挑战赛的项目，名字挺长，但核心目标就一个，找到能把俄罗斯空军基地彻底瘫痪的技术，让俄军战机还没起飞就被摁在跑道上，直接在源头把问题解决。方案可以打击的目标包括停放的战机、跑道、燃料、弹药库，还有地面支援设施。技术形式不限，无人机、巡飞弹、蜂群，甚至非飞行器都行，只要能够达到要求。而他们提出的要求也很硬核，必须在电子战环境下能打，不依赖操作员通讯或卫星导航，任何天气、任何季节都能用，而且测试完成后12个月内就要能实战部署。奖金池一共25万欧元，就看谁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的军事科技公司被重点邀请参与，因为乌克兰军工企业已经在实战中验证过自己的技术了。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军工企业比乌克兰更懂怎么打俄罗斯。就在英国和北约忙着给乌克兰打造新武器的时候，乌克兰自己的东西已经先一步飞到了西伯利亚，射程3000公里的无人机即将盘旋在俄罗斯的天空。6月20日，乌军的无人机成功袭击了俄罗斯丘明州的安蒂宾斯基炼油厂。这个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是西伯利亚西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泽连斯基在电视采访中亲自证实了这次行动。他说，执行任务的无人机飞行了2500公里才击中目标。关键是这还不是乌克兰无人机的上限，射程3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已经在路上了。制造商还是我们熟悉的面孔火点，将战争带回俄罗斯。乌克兰正在用实际行动践行这一句话，以后俄罗斯每天都要提防自己哪里被炸。不过其他地区被炸，克宫都不在意，他们在意的只有莫斯科。莫斯科一直挨炸可不行，尤其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频繁光顾莫斯科，克宫实在守不住了，索性继续对防空系统。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正在莫斯科西部昆采沃区的莫斯科沃列茨基历史与自然公园内砍掉了4公顷左右的森林。这个区域靠近梅迪克体育场，地点位于莫斯科环城公路内西部的最高点之一，非常适合部署防空系统。而且这个区域的规模和形状与莫斯科周边其他新建的 S300 和 S400 阵地高度一致，那些阵地的面积普遍都在 3.6 到 4.6 公顷之间，所以综合来看，俄罗斯8成是要在这里修建新的防空阵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加强莫斯科的防空，甚至不惜从前线抽调资产。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俄军已经将一套铠甲 S1 从前线某个地区重新部署到了莫斯科炼油厂附近的塔楼上，这套系统还装了前线常见的防护铁笼。不过比较凄惨的是，照片显示一侧只有2枚拦截弹，标准配置应该是6枚，估计是俄罗斯的弹药也不够用了。然而最打脸的是，还不是防空系统的捉襟见肘，而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的个人 Telegram 频道被黑了。据梅杜莎报道，在6月21日晚上10点之后，索比亚宁的个人频道里突然冒出来大量消息，写着莫斯科将被焚毁，还有荣耀归于乌克兰，甚至还有为乌军购买无人机筹款的链接，还有一句我专门为无人机捐了款。部分信息里还带着针对俄罗斯人的粗口。事发之后，频道很快就被关闭，到第2天早上，之前的帖子就恢复了。最新一条帖子停留在6月17日，
俄罗斯方面全程保持沉默。更有意思的是时间点，这一天恰好是索比亚宁的68岁生日，生日当天被黑客起点搜出，一连刷了几十条莫斯科即将被焚毁，这生日礼物可太贴心了。虽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伤害，但是俄罗斯人的小心脏应该是承受不住这种打击的，因为这就相当于黑客用索比亚宁的账号告诉莫斯科人，你们的市长什么都保护不了，你们的防空系统什么都拦不住，连他的账号都能被我们拿来发消息。这一波操作直接把嘲讽拉满了。莫斯科将被焚毁，这句话从黑客的恶作剧正在变成越来越真实的威胁，只是不知道克工准备好了吗？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的武器库里能有多少水货？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